原汁原味儿。所以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叫什么白人餐呐？后来有人说不要这么叫，这么叫反映了一种什么？现在是中国人开始凝视白人了，过去是白人凝视东方人，对吧？现在我们叫他们白人餐，但是确实好像有个关键就是他们较少的烹炒油炸。是的。但是如果都这样了，那中国在哪里呢？你得跟我们说说酱啊！而且我还得给你引证一个你书里的，这是央视的数据，就是他们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他们有很精微的那个收视率，就是观众最爱看的。你自己说吧，第3是什么？第3是油脂类食物，就是红烧肉这样的食物。第2是主食类食物。主食类，你爱吃的啊，馒头啊，饭啊，这个油饼。第1个是主食，包裹，油脂类食物。像肉夹馍这种事情。所以你说什么改变口味、改变观念，你得想想他人性，尤其是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的口啊，这怎么这个矛盾？这也是一点一点被培养起来的。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吗？我们一开始，我们更多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是饿着的。对，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词叫健康的负反馈就没有。那其实关于我们怎么吃白人餐以及怎么吃，我觉得看他的角度很多。对。我曾经遇到一个老教授，他跟我说小陈啊，你每天在做这些看着特别诱人的食物，我有时候都会被你诱惑。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成熟的社会呀，就是人不能把这么多的心思都放在吃上面。我看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吃的非常简单，他们人有时间就更多的去思考问题了。就是怎么来看这个东西，可能对我这样的就是，以做食物题材为日常生活的人来说，那我排遣的，我甚至现在我能坐在一个桌上和人吃饭，我从头到尾不吃，我都可以做得到。你不馋吗？馋，反复的训练完了就不馋了。你就像你一样，就是我要录节目了，那责任感会告诉我不馋，但是我不会减少我吃的这个次数，因为吃不仅仅对个体有意义，它有社会性的意义。对，你和家人在一起吃饭，你不是说一天只吃1餐了吗？你还怎么减少啊？我可以吃1餐，但是我可以在第2餐的时候坐在你的旁边。看着你吃，脸上露出饲养员的微笑。看，这是高端了啊！你们讲了很多这个吃，跟人生理啊、心理啊、美学啊，我就想起我读过的小说里的一个片段。那个绿化树。绿化树，张贤亮这个男主角呢，帮那个女的去修灶台。这个女的看上他。结果呢，他就递给他了一个馍馍，我就是这段我差不多都背得下来。他说我活了20几年，我已经有8年没有碰到实这个叫什么实面，就是实的这个馍馍了。接下去更精彩，他说上面有他的指纹，是螺，不是鸡。指纹有2种对，簸箕，就是说萝卜是鸡，然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掉在那个馍馍上面。女的就在后面说了一句话：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个就是中国式的Titanic 的宣言啊 ，You jump, I jump。我们就是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个是最至高无上的爱情宣言。这么一个细节，我为什么觉得它好呢？我现在想起来，你们刚才讲的生物性，心理的，美学的，还有伦理的，对不对？所有这几个层次可以一个情节
穿透。所以徐老师，怪不得咱们俩生日同一天呢。我不蒙你，你看啊，我本来准备在今天节目念他这书里一小段，你看我折了角了。什么？我跟你说，小新老师，你写的这个吃着吃着就老了哈。我看了哈，我觉得那个鲁迅讲这个通篇都是吃人二字嘛。我看你这个吃人陈呢，我看你这本书我看完了，我觉得通篇只有2个字，贫穷。是，就我觉得他写的都是。这个或就贫瘠啊！你看啊，哎，又听你可以听听我为什么说他铁汉柔情。他有这么一段，就是说啊，他爸爸特别爱吃一个烧饼，就那个烧饼啊，就是这个那得他形容太好吃了。然后呢，他呢，1960年横穿合肥市区看望同学的路上，他爸爸去另一个学校横穿市区看同学，还有一个女同学作伴儿啊，一位来自大别山区的同班同学。这个因为这个女生在那个学校也有一个同窗，所以他们就作伴一起去。2个学校之间呢10几里路，食堂的伙食啊支撑不了这段行程，所以在遇到那个烧饼摊的时候呢，父亲犹豫了半晌，买了一只烧饼，然后分成了一大一小2块，把大的那块递给了女生。自己很快吃完了小的部分后，咬着嘴唇，静静地看着女同学一点一点吃完。如你所知，这个女生后来成了我的母亲。我看到这儿，我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你说说，是不是跟你讲的这个异曲同工？是，你是我到现在还同情他妈妈被一块烧饼骗了，眼泪掉下来。这个故事实际上是我儿子要到美国去读书，说你啊，将来我母亲奶奶给他讲人生道理，说你将来啊要找女朋友，什么都不要看，要看他心好，他要对你好。这个我才完全知道这个。所以奶奶要你儿子那个的女朋友要分他大的，就相反的。那你要是妈妈将来嘱咐儿子呢，你要找的女朋友得分大的给他。那你其实这就是饥饿记忆，每一个时代可能都有这样的，因为食物引发的记忆。我今天中午去吃的面条，这个面呢，之前我就去吃过。也是别人给我推荐说这家小面做的特别好，我到那儿吃，我说这个面做的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叫重庆小面的话，它可能不够粗暴，不够简单粗暴，稍微温和了一点。我就说你是做小面的吗？你跟谁学的？那来了一个男主人，一看是我说，他说我不会做，我呢是刚开店。是这个我们的这位，我说哦，这是你太太，我说不是，我们2个人都有家庭。他呢，他跟他奶奶学的。我说哦，那我来问一下，我一问，我说你奶奶是重庆的吗？他说不是，是广元的。我说哦，难怪这个面我吃的像牛骨面，就是广元的那种，就是一个牛腿。直接把它锯了一大片肉，中间还有个牛的骨头的那个面啊，那个可好吃可好吃。我说更像那个，说啊你这个你都知道，说这个确实是啊，就是我们那儿都吃这种面啊。后来我今天中午点的就是牛骨面。这我说这个不是最简单的，就是后来我说那你们怎么这个都有家庭了还在这做面馆？他说不是啊，是这样的，他给我2个人给我讲了40多分钟。他们为什么转业？他说：“我听你说你以前拍过小面，你好像也是做影视工作。说我呢是一个电视剧的编辑。我们公司快不行了，就是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他呢是电视剧宣发啊，我们两个就做了这么一个小实体经济啊，看看能不能还能够养家糊口。而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听着，我说为什么？说你看啊，原来我学的这个编剧、戏剧理论啊，这个编剧啊，在今天都用上了。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现在的人不需要故事了，他需要情绪价值。你情绪价值你知道吗？他让我跟我讲了一下这个情绪价值，然后又讲了 KPI，讲了 ROC 啊，讲了这个种种的这个现代产业电视剧产业对一个创作者的这个要求。他觉得，现在其实找一个漂亮的小孩坐在那儿，大家随便聊聊天，大家就像看剧一样，就可以看下去了。这些以前曾经构筑了他戏剧梦想的那个大厦已经不在了，实际上大家都在荒野里狂奔。哎呀，这是一顿饭吗？我觉得，就我们为什么要去吃饭？就是你可以见到一个，你平时不可能见到的一个世界。对，你见到不同的人，就像我书里面写过一个，川菜馆子，我喜欢，他因为排队，我就喜欢早一点去。我听着工人在那捡辣椒，然后就说这世界上啊，你知道什么最好吃？你说不知道。有个男的说茅台酒，说对，说他们都说茅台酒最好吃。然后问那个男的说你喝过茅台酒啊？他说我喝过，客人剩下的。他说我建议茅台酒不要多喝，比如说本来是躲家里的一件事情，你喝了茅台酒了，你喝醉了再跟别人说了，哎呀，你看看那个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几个人在捡辣椒，哎呀，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你花多少钱可能都买不到这样的场景的。俩人说茅台酒最好吃，四个人说茅台酒最好吃。其实他们跟茅台酒完全不相关，他们在说茅台酒，你会觉得哎呀，真是，你就是况味啊，对啊，这人生食物是看世界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对这个食物的欣赏，你可以。我第一次吃到食物落泪，我不是说我硬要 cue 我今天要讲的东西，但真的，他说了，说丹麦，但是我真的就是第一次我在香港吃好多米其林，然后我只要旅游就想办法吃，收集星星嘛，我们这样讲，那我们就觉得好吃漂亮，但是没有到打动你，然后他们就说这个 Noma 就是丹麦的这个餐厅呢，说第一名。老师你去吃哪一季的？我没有去吃过，抱歉，你没有吃过，我没有吃过。它分哪一季的？因为它要关了，对，就马上就要关了。它今年要关掉了，所以呢，我们而且它定位就像抽彩票一样，就是你要一直刷，像刷那个演唱会票一样。他很幸福，我们都是从电视里看的。然后我那个铁人就刷到了，然后刷到4个人的位置，说咱们去。然后我说那小孩谁过？然后我还跟他讲我不去，然后他就说不行，他要关了，咱们一定要去。那我觉得老师讲就是说一个故事，最后我这口吃到流眼泪，会不会就是整个故事的原因？就是我们都花了多么辛苦，我花了2个月找保姆，我在芬兰找人。我甚至花大钱说拜托你跟我飞到丹麦看我家小孩4小时，让我可以那边吃4小时。芬兰没有4小时的保姆为了去吃这顿饭。然后呢，那个 Noma 也跟我讲我们很多客人跟我们这样讲，我们有个保姆网站，你来推荐。然后总之到最后你知道我怎么样？我是从台湾把我的公婆飞来，因为4个人嘛，我们跟 Noma 讲，我们可不可以拆2人晚上2人中午轮着看孩子。然后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两边都吃得到。Noma 也挺好的，他就说好，我们来安排。那第一，我觉得这个成绩的世界第一呢，在我们整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到了那边，他没有让你有任何负担。我觉得真正的有自信的第一伟人餐厅永远都是最谦虚的，他永远都是不会把你分等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在那边毫无压力，不用就是担心我一定要穿得多么正式，然后轻声细语，然后好像很会品，不用，他就是欢迎你来。我觉得因为我跟你讲，我们是第一个进到那个大门，他有个那个驯鹿角的大门，热烈鼓掌欢迎你来，不是你帮他鼓掌，他一进他就热烈欢迎，像 cheering。你帮他鼓掌也很荒诞，哪有客人鼓着掌就进来了？因为他们做得好，你不是应该最后就是。对，他就这样欢迎你。吃完以后再鼓啊。对呀，不能鼓着掌进来，这是来视察的吧？带点钱来了，带点钞票。那总之他们这样欢迎你就很轻松。然后我吃到了，总之它整个过程我真的就是有点激动。他第一道菜只是一个鸡肉，然后呢，他最长的方法就是先吃一道。
然后请你再加一个蘸料吃一次，再加着什么再吃一次，可能就像我们说的3吃吧哈。可是那就等于吃不同的酱料嘛。没有，他先吃个原味咯，然后呢，再可能加个酱料，可能再加一个食材。他是给你建议吧，没有这样要求。咱看看照片，他有几张，这个我看看，能好吃到什么程度，我都没听说过。他是在整个的这个垂直细分的烹饪领域，他是做的非常非常棒的。那个厨师呢，他有个实验室，就是我刚刚说的鸡肉，你看是不是其实蛮简单的？我可能是华人，对，你就觉得很简单，对不对？但我跟你讲，我吃到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我不是说它味道一样，我想到香港。我想到我最爱的油鸡饭，我就觉得我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有油脂的鸡了，就是它会牵动你很多情绪。但是这应该是一个熟成过的鸡肉。对，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趣哦。我可能是亚洲人是吧？旁边所有的那个外国人，他上第一道的鸡肉是连一只鸡的，连鸡头都放在他前面，让他看着吃。然后我们想说，外国人就最讨厌看到这个眼睛啊，鱼眼。他有一道是海鲜记，不是我吃的，我吃的是野味记。那一层，你看到红色的这一个，它这个是那个kombucha， 就是康朋茶，你们知道吗？就是发酵的茶，红茶菌是够恐怖的啊。然后他把它康普茶，对，他把康普茶上面的那个菌。然后他说他们把它刮下来，然后让你吃。到一定的程度，吃的都是故事。对，也不是故事，不完全是故事。这类似的食物，我大体的都吃过，就是实际上它会是另外一种味觉体验。最关键的是，对你进入美食的专业领域之后呢，你可能要来重新认识一个世界。比方我刚才说的熟成，就是我们过去定义，就是说我们要在火上烤了、煮了、炒了，这叫熟。对，其实并不是。Noma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对，发酵是仅次于人的对火的发现的第二大。就是过去我们从树上跳下来之前，我们的这个是吸收不了的嘛。那我们怎么定义生和熟？这个餐厅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答案，它无限的。现在已经关门了，马上要关门，就是生的鸡肉，就是自然发酵，也不是自然发酵，这个熟成实际上说起来特别的有个很长的复杂过程，对，非常非常复杂。它比如说火腿，我们说西班牙火腿，我们说你这个发酵，我们去拍摄的时候说不是，我们不叫发酵，我们叫熟成。对，有风干，就是它因为我叫熟成了之后，你就可以生着吃。这个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来覆盖你，但是呢，确实有大量的这样的可以通过发酵获得的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而且没有病害的这个食物。对，它是一种碳水。它甚至连醋都没有，这个餐厅。对，它所有的用的是蚂蚁，对，用的是乙酸，是它用人类。乙酸。蚂蚁，所以你以为你在吃没有，你吃的是酸。天哪！可是它一点，然后你没吃也就罢了。没有，重点就是我也刚开始会觉得蚂蚁，然后我就会皱眉，对不对？我有2次机会，我都觉得这个旅程太远了，我还是比较懒的人。但是我就告诉你，就像我儿子吃草莓一样，就是说你要放弃成见，然后你一定要。这个厨师就是这么的尊重每一件事情，就是他，而且他的所有的酱料在一起之后，你觉得我现在说的好吃，意思是说，他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它变成一体，它就是3个味道分层次在你嘴，你喝酒是不是会品味道？对，你说有前段、中段、后段，这就是说我从空间的层次变成了时间的层次。对。哎呦，什么叫做嚼着嚼着就有甜味，然后慢慢的就。它先让你的口腔收缩，再打开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分泌的液体都是甜的。就喝茶说反甘，对，特别高级嘛，对，就像喝茶，就像吃陈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这么就是门外汉，他可以让门外汉理解，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就是说，你不需要是个美食专家，我坐在那边，只要跟着这个走，我只要认真吃，我不要一直聊天，我就是慢慢吃。就是享受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天哪，我的嘴巴里面有好几个独立的灵魂，可是他们又配合的这么早，又配合的这么好，
互不抢架，就说我们都很好，但是我不会因为我在这边我讲了这些东西，就好像要把谁盖过，不是这意思。就我们可以一起好，然后在嘴巴，然后创造新的事情。我感觉小青老师有接班人了，美女接班人，好家伙，这6、7个灵魂，这作家傻了吧？这特会形容。他是把空间的问题转到时间了。对，空间呢，就是他那个地方很远嘛，我们也没法去过，也没办法体尝，对不对？转成什么时间呢？我们刚才在讲吃不饱的问题，对，他跳过了你白人餐的问题，没错，进到了一个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没错，你知道，因为实际上就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我们很多的事情谈的是跟温饱有关，跟我们的阶级属性的认同有关，跟安全感有关。他说的这个，和我们平时谈论的美食不在一个层级上，它是审美的，没错，就是烹饪艺术的。我从刚才这个话题，他突然跳到他这儿，你知道，我听他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我说我犯罪，对吧？那是当年我们爸爸妈妈一个烧饼都分着吃，这帮人现在把这个弄得。那你说的是当年嘛，现在它是当下嘛，而且有人这样描述哈，刚又婷说的那么什么几个灵魂、几个肉体，有人这样描述说，当好吃到他吃完了，我们没得吃的。然后碰到他，叫他张开嘴巴呼气，7个灵魂出来啊！我们闻一下都觉得好吃七孔出窍，七孔出窍。我们呢靠过来闻一下也觉得，哎呀，7个灵魂好了，别吃成7个肉体就好。当然我觉得他教会了我对食物的另外一种审美，但是我出来以后，我真心开始因为 Noma 的厨师他们有一个实验室，对。然后我跟你讲，像宗教一样，对，他就那个服务员，而且他那个安排了一个那个就是台湾来的服务员给我。第一，我觉得这里面就容纳百川，就是什么人的，世界各国的，韩国的、中国的都有。对，然后用你熟悉的语言来跟你解释。然后呢，他就跟我指着那个小房子，他说：“你看到那个微微灯光那个小房子了吗？”我说：“看到了。”他说：“你看到那个人了吗？应该是我们厨师。”然后呢，我就想，哇，就是他在那个里面像实验室一样，然后他要求什么的东西都是尽量从零开始，就是尤其是那种植物类的。香草类的，他一定要从零种出来，因为他觉得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因为我才可以尊重这个过程。那他为什么要收？就是因为这过程太累了，就是你要把它呵护好，而且要把它种到一个够新鲜、够好吃，让你吃到它的该有的味道，是一个很庞大的过程。然后他选酒。我以为他的酒有多厉害，想说哇，世界第一。然后我就问那个倒酒，他说哦，我们的酒就是所有的对酒有兴趣的任何的员工，开会的时候你就丢一个，你今天去欧洲哪里喝酒，他们会给员工放假，去做你的美食探索，不需要吃高级。然后你回来告诉我你喝了什么酒，你喝了什么酒，你喝了什么酒，你都把它带回来，咱们一起来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厨师没有我想的那种。特高的标准，但是他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味觉，你知道吧？所以他才会做出让我觉得很独立的。适合于做网上直播，对，董宇辉哪里比得过他嘛？是，我这个一点都不懂的也被他啊。但不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开不下去了？就是因为他很不挣钱，不挣钱。他说他觉得 fine dining 就是高级的餐饮，精致料理不环保。因为你想想看，你只吃草莓上那几个种子 maybe， 其他要怎么办？你只能丢掉，或者是你要再利用，太难了。所以你基本上去掉的食材多过于吃到的食材。对。你刚才讲就是这东西要是变成宗教了呀，其实今天的这个所谓这个生理指标维持餐啊，这个白人餐，有些人也一直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嬉皮士，其实这是一种嬉皮士当时推崇的食物，好像是在美国西部吧，有这么一个人也是跟个教父似的，他就是从哪学一些瑜伽呀、心灵啊那种理念，然后就是说你们吃肉咱们都有罪吧。然后就是纯植物的粗麦的谷物的然后那个时候什么披头士啊什么什么的那些都去吃，于是就变成这么一种植物基底饮食的文化的一种发源。那么我就说到今天，刚才央视调查那些数据，那
未来你觉得人类会变化了吗？会变得越来越这个原食材？而且我就很觉得，你像中国，那你说没了酱，咱们将来的这个食物会变成什么呢？酱本身它就是食物的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方式。你看这个更高级了啊！最原始的我们都是茹毛饮血嘛。那酱盛汤做海，对吧？从开始做肉酱开始，到今天它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那后来为什么现在的工业的酱料或者罐子装的酱料更多了？实际上它更加容易标准化。而且呢，它能维持它的健康，里边又有比较丰富的味道，而且它特别适合今天的人，不用开火，不用就是叫后调味系统。就是来了一个东西，我用酱来后调味系统。你看我们最原始的话语体系里面最落后的地区都是，比如说云南的基诺族。它都有冲倒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茎叶果，放在一起，薯番茄、辣椒一加，然后就是一碗酱。我们随便弄点米饭，抓来吃，哎呀，好吃极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煮一块鸡放进去，也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醋味不够，树上抓一点蚂蚁，基诺族是吃蚂蚁的。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很好的，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是号召大家要多吃昆虫嘛。对啊，是吗？号召多吃蚂蚁啊？对，它是昆虫跟蝗虫，它是从气体排放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安全，能够低碳又低碳又营养，它是蛋白质特别丰富啊，而且呢，就是幼小的黄金蚁，是那个叫透明的黄金蚁。那个味道真的，我就是站在树边吃了半个多小时。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对，早知我前几天杀了一窝，早知黄金蚁的，其实蚂蚁的种类还是比较多，是一个一个的吃，一个一个吃，或者呢，最好吃的是抓了蚁窝，就是残害这个，把它包在芭蕉叶里面。一烧，粒粒爆浆，大屠杀嘛？是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杀不尽的，但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那基诺人做的没有比这个好了。努力。但是我们的故事拍完了啊，都剪完了，这国家公布2类保护动物名录，它被列进去了。所以，但是在 Noma 也是，它的发酵的风味，实际上发酵就是细菌的世界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它和火，我们说的烹饪都是水和火的艺术，但是发酵不是，发酵就像幽灵一样，有不同的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酵母菌啊、乳酸菌啊，它把食物当成钢琴键。他自己重新弹奏一支乐曲，真的？那是人控制的呢，还是一半天工？你人要能控制这个乐曲就不存在了，那就是工业化的了。你完全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就像现在的那个啤酒的精酿里面，他最爱喝那个。有一种叫酸，对吧？酸艾尔，或者是野菌酸，它就你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找的，你可能是加拿大的这个菌，可能是冰岛的菌，可能是新西兰的菌，放在这个煮好的麦芽里面投放，你就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甚至我这次听到了一个故事，我特别感慨，就是按照原来的发酵时间它已经到了，但是当时它被封住了，见不到那个东西。想着这个完了，结果没想到去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新的、特别好喝的，一种味道、气味和口感都是另外一种。他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非线性记忆。哎呦，我前几天刚刚喝，哎呀，真美好。哎呦，听着他就是流口水。这个中国或者说中国文化呀，是不是比较擅长混合合味？或者说这是改变它的性质，比如说钧窑、瓷器，这个什么窑变
那种建窑的那种碗，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你像我们拍片子看他们那个造纸也是，你想啊，本来是竹子，你看中国人发明造纸术啊，就是他最后把它几淘几弄都加入一些什么，它变了一个物性，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你看不出它跟竹子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饮食方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存在。你要四大发明，我觉得四大发明应该有豆腐一块儿。对，因为中国人食豆的历史是非常长的，稻黍稷麦菽，菽就是豆子嘛。但是我们吃豆子从来没有被全完整的吸收过，是很不合理。瞿秋白的最后的那个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就要杀头了，对，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句话。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世界第一。然后金圣叹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豆腐和花生一起搅，有火腿的味道。对，临杀头之前，对，那豆腐真的太伟大了，这是它改变了大豆里面的一种叫抗营养物质，是阻止我们吸收的物质。就是我们吃了1000多年、2000多年，甚至3000年，吃的豆子都没吃明白。那直到汉代，我们在炼丹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找到了这个豆腐的方法，到又过了若干年，到宋代又过了1000年，它才真正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东西。它是另外一个物质，它不是豆子了，它是豆腐了。我可能又得推荐一本新书，是福霞写的，叫《君幸食》。什么食？君幸食就是马王堆汉墓里边那个刻在碗的底部的那个君幸食，就是谢谢您来请您随意吃。君幸宠幸的幸，君幸食，君子的君，吃的那个食。它里边就是考证了大量的东西，就是说现在西餐里面就包括 fine dining 里的很多的烹饪方式。在中国的古代都有包括分子料理，就是口袋豆腐就是分子料理啊。为什么呢？就是他把豆腐一整块油炸了，然后这个放上一种类似碱性的一种这个酸水，豆腐里边就被掏空了，所以它就成了口袋豆腐，加起来还像豆腐，但是里面都已经是液体，它不再是豆腐。就是很多的这种就中国人叫菜肴，为什么会是爻？爻就是你看那个《周易》里边这个爻卦，对，它是一个完全变化的过程。菜是它的出发点，而爻是它的目的地。那厨师呢，就是过这条河的摆渡人。哎呦，说得妙啊！就所以中国人讲这个画，喜欢讲这个画进入画境，出神入化。咱们好像比较善于把一个东西就给它化合成了另一个，还不是理论科学，是实验科学。像这豆腐，所以对吧？包括写 Noma 的文章、拍 Noma 的片都有说它有东方的意蕴。所以 Noma 后来他也专门做了飞行餐厅，他做那个，他到日本去做了很长时间，他做过2次，2个半年。对，但是你说像现在这种比如说这种煎炒油炸，就像你刚才说了。前一阵儿就是都在讨论那个预制菜的那个问题。后来有个人跟我说你现在到什么餐厅吃饭，你的多半吃到的都是预制菜啊，都是一样的，是吗？这是商业餐饮的商业属性决定的。但是预制菜，我和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就像你先定义一下。对，我也这一阵子听到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但预制菜我们把它分成3类，一种叫 easy to eating， 就直接吃的一种叫 easy to hate 就是加热的还有一个叫 easy to cooking。其实你拒绝预制菜，为什么你吃咸鸭蛋、吃火腿啊？这些都是预制菜。就是你不能把预制菜一棍子打死，首先要把它分开。第二呢，就是预制菜也不是都是缺点，就是它在风味上肯定是有减损的。但是我们说预制菜，它很大程度上在营养的科学的配比上，就这个避免长时间油炸上，就是等等的这些过程当中，它是有优势的。
但是有添加剂吗？防腐剂吗？就是所以预制菜的话题，它真的不是一个关于烹饪的话题，或者不是关于一个餐饮的话题，它是一个关于信任的话题。关于国家卫生的问题。这个预制菜掌握在谁手里？哎，那比方说你现在一般我们到饭店里去，比方要一盆回锅肉，或者要一个红烧肉，这些是预制菜吗？红烧肉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回锅肉它没有一个回锅肉不预制过，因为它先煮啊，它不能你来了我先给你再煮肉，这个不可能。但是只要现场炒出来的就不算。对，可是这是加热的过程。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执念的东西，叫锅气。对，你们广东话叫火气，对，火气啊。那这个东西阿成老师写的最生动。他说这个锅气是什么呢？锅气就以前你煮了一只鸡敬献给你的祖先，那个你的祖先怎么吃呢？就是热气消失的时候，3尺之上有神明啊，就在这儿就把它吃掉了。这就是锅气啊。我觉得这个很好。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湖南的辣椒炒肉，在全国开了很多店。我说这个年轻人他特别聪明，他就把湖南人的锅气变现了。这个餐厅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我一定要有一个炒辣椒炒肉的厨师，我要量好了你坐的距离离我多远，我要把最烫口的这个辣椒炒肉端到你面前，然后打开一个这个电饭锅，让你吃热乎的。最近的从锅到嘴的距离和时间，所以这个就不算预制菜了。那你说它是不是预制菜呢？就是它如果有批量的东西，也是 easy to cooking。它如果是现切的鲜肉的话，那连这个都没有，它就是卖的是纯锅气。所以说现在国家出台一个标准，他们就说要按照这个最严格的标准，将来的这个预制菜不但不是洪水猛兽，说不定还是广受欢迎。是的，但是它这个定义啊，甚至都不包括中央厨房菜肴，都不算预制菜，就按照现在这个最严格的定义。还说防腐剂不能加防腐剂。他说，但是实际上有个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花更贵的钱买到这个预制菜了？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比如说冷链，冷链管理，全程的一直到你家，它必须低温在多少度，它这个杀菌26度以下。对，如果不加防腐剂，那么它就要用类似别的手段，消毒或者防菌。但是这样的话，需要投入大量的设备和保证标准。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到终端，你接受不接受？比如说70、80块钱一个回锅肉了。它是不是有这么个问题？那不是预制菜的好处就是价钱贵、新鲜，还有什么？风味足啊！风味足。你经过了一次冷冻，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过，我吃过3个月，以前冷冻的东坡肘子，这是航空标准，就是这个冷链运输里面最高级的标准，就是这个绝对不能出错的标准。它要就是我给你一个最新鲜的，3个月才3个月，这是最新鲜的，因为它在这冷冻的过程当中还要再测菌群的出现没有，在不停的抽检。那你说它好吃？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你想想东坡肘子，哇，那个你就是用筷子夹起来，你看着它，你保持着没有屏住呼吸，它还都在颤动。那个都够的，你这个，他可以把吃的东西讲成美学课。我觉得我刚才看见那肉就在他手上了，颤动着。那预制菜有没有等同于口味的标准化统一？因为我概念不清楚，很难，味道都一样。其实所有的预制菜都是一个原件，那实际上配合这个预制菜的现在的细分特别多，它的料汁可能是另外一个系统，它还有新鲜的材料，比如说葱花啊，
就是比如说到了江南这一带，他用韭菜去调味，青蒜去调味，他一定要是细嫩的，这个青蒜，那就实际上是非常难的。那你餐厅还是要有成本的，你要是都是这个大卡车运来的批发市场的那种青蒜，它没有味道。还有就是预制菜是不是让人家感觉就是你在偷懒？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比较反感？就是我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对食物的尊重，就是你要有烹调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把这个过程缩短，变得很快速，我就觉得你不够尊重这个食物，或者是你不尊重我。所以呢，我觉得你在偷懒。你知道我想到这预制菜，对不起，我想到我当妈妈的哦。我到芬兰呢，我第一个孩子的那个辅食阶段6个月是在香港做的。我跟你讲，我就天天啊草莓磨啊，对不对？然后什么都打成泥，对不对？每一个都是我自己预制，就是我自己磨完变成小冰块，然后放冰箱，然后呢要的时候再把它弄出来加热给它，对不对？甚至有些是现磨、现打、现做豆腐啊什么的，每一餐饭就是弄得我，对吧？我还要想配料什么的。到了芬兰以后呢，我就发觉我身边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呢，都在超市买芬兰的那个罐头食物，就是辅食玻璃瓶里面玻璃瓶的。我说这会防腐剂啦，你们说了，对于它是罐头嘛，防腐剂什么？他说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的。还有他就是说 ，even 医院的护士，他说妈妈你不要那么辛苦，你就买超市的。是的。你的营养其实是更均衡，因为那些人帮你处理好了，你轻轻松松带孩子，多过于你在厨房花2个小时帮他压你。你那2个小时应该跟宝宝互动，抱着他，甚至你自己休个息，你就吃那个预制的就好了，他一样会长得很好啊！就瞬间消除我所有的罪恶感。然后我就发觉哇，就是对，那我就换叫感谢，好好做预制菜的。那我要绝对不可能，婴儿的绝对不可能的，他要死罪了都，那这个肯定不可以的。但是他手磨的，我倒是要提出一定的疑虑，就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染？哎，你干净不干净呢？你说我自己做的时候，对呀，反而害的你知道吗？就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婴儿的都是巴氏的消毒嘛，就是40度的这个温度。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过程全部做齐全了？这就很难了。就是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在手心里刻下了什么这个祖先的这个传统，他带着我手的温度，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个人。但是手的真的好吗？手上都是细菌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国家标准的菜籽油，和你在家里手工压榨的菜籽油。我不是说哪个更好，我是说从安全的角度来衡量，手工菜籽油里有大量的叫异硫酸氢酯吧，但这个氢酸酯，我大概说不太明白，就是它有不友好的这个或者阻碍我们或者对我们身体有不利的这些元素还是蛮多的。那我们都迷恋，比如说西班牙初榨橄榄油，意大利初榨橄榄油，它确实是不加任何防腐剂，过滤的次数特别少，风味特别浓郁，但是它是有风险的。我们从来不去提示这个手工的风险，但我们因为你都费了那么大劲了，我还好意思提示吗？但是呢，我们会提示那些工业的。那些经过很多严格标准出来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手工的，因为它味道冲，它那个尤其是那个芥子的那个味道。那我们吃这个生榨的菜籽油，尤其是5天之内的，就觉得好吃死了。你看我喜欢吃，你也吃过的一个餐厅，北京吃鸡的一个著名的餐厅，它就是5天榨1次花生油。就是那个花生油最新鲜的味道都在，没有氧化。湖南人炒肉一定要用
茶树油，就是每年茶籽是收获的时候，每家都收在冰箱里放着，但是都会氧化。就是，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你不妥协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说我又安全又有足够的风味。实际上，这个真是改变。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矛盾在哪儿啊？对，工业标准的其实未必等于不卫生、不健康的。对，手工的我们最珍惜的那些风味的，也不等于就是卫生健康的。但是呢，它等于在审美方面。是有你更高的价值，但是还是必须要对这个大量的工业化的这种生产的保持警惕，要加强监督。对，那当然，因为它一顿出毛病，对，那就是影响无数的人，它的整个工序。前面那个你有点小风险，你放心还是好的。你把爱心揉进去，对，而且你的小孩从小可能就比别人多辨识几种味道，是吧？因为他的这个巴氏杀菌过程风味是肯定是。但是我也认为妈妈的味道有了。但是我也觉得工业化方便食物推广，对吧？因为它把成本压低了。好像麦当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一样，是吧？对，麦当劳早就是预制的食品了。但是人家还是挑剔，不把吃麦当劳当作是一个美食，管饱的嘛。中餐标准化，这其实背后隐藏着这个。你认为中餐能标准化吗？我觉得标准化是肯定可以的。中餐对到什么程度？其实标准化里边，就刚才家辉说这个一个话题，就是这预制菜，不是大家的味道都一样吗？不是。预制菜会在你的口味的需求里面的数据里面采集，它会找到最多的人。但是呢，如果说少数人需要那个味道，迅速第二个品牌也就会出现。找到这个是更喜欢吃这个味道的人。这就是市场是指看不见的手。佑婷刚才想说什么？你说对，兴奋。我只是说，我觉得回到就是我刚刚说，我觉得预制菜是帮忙推广很多食物，跟其实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想啊，是不是可就像我说我的 baby。第一次吃到那个驯鹿肉，就是在预制菜里面，就是在他那一罐的那个里面。我想说，你现在他才4个月、5个月、6个月，你就给他吃驯鹿肉，然后呢，那个护士说你还要餐餐吃，因为它高蛋白嘛。那我就发觉，我吃了一口，我自己吃，因为我没有吃过，然后我就发觉，它就是一个，它可以让你用个1-2欧。对吧？我不用上高级餐厅去吃那一大块，但我就已经吃到一个味道。它帮你拓展，或者是让一般平民百姓更可以吃到更多种类的食物，所以这样想到青少年的时候野性十足了。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味觉记忆的，人要再往后一些才会。那个就是罐头嘛，对，它就是罐头啊，就是 baby food 啊，就是罐头啊，就是加热就可以。等于买罐头给猫狗吃一样。的确是我每天打开罐头给我猫吃。对，将来的分店呢、餐厅啊，就本质上变成加热中心了。你是没见过我不在视频上吃，我这么跟你说，文道，我给你捅破这个明星的秘密。我在香港大街上曾经碰见过，当然我绝不能说名字，大家都无比崇拜的一个男明星，你知道吗？我在麦当劳门口，可擦肩而过，我觉得有点面熟。后来我仔细一看，真是个胖子。但是我跟你说，他平常在电视剧上那是玉树临风的。马爷，你就知道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说这个人啊，他上台的时候，用各种办法维持着这么一个样子，但是他不上台、不露面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明星他休假的时候，在那个短暂时间之内，他就是个胖。因为人胖太快，1天1斤。你1天1斤，谁都可以。方舟1天1两。不是，我说你要想胖起来，1天1斤是非常容易的，1个月增长30斤啊，1天长1斤呢，而且还不用吃撑，就是吃饱就行。对，我这体重一长啊，我自个儿都觉得冤。为什么你出去8天啊？我刚南非8天长6斤，
关键没吃一顿饱饭，你知道吗？他去南非做公益，就保护那个犀牛，据说回来吃的跟犀牛也差不多。但我不太懂，你去南非8天又没怎么吃，怎么就长6斤呢？我上这个意大利、上以色列都是每天长1斤。因为我现在去一般不超过10天，都是7、8天吧，都长7、8斤，一天长1斤呢。一出去，你想想，你天天走道，你一走道，你到那桌子面前。你到以色列就是一大饼，然后一堆的肉，又没有菜，你也没法拿。你看咱中国吧，能弄点蔬菜，先垫吧，你就控制点是吧？又能吃，又觉得又好吃，就这2天就放纵一下吧。一放纵回来，咣当都你心里都有准备长，就不知道长这么多。其实我也是，但是我不是太计较体重那种人，我反而只是我觉得那是2种生活方式。平常我工作的时候呢，我的吃法、生活方式是一种；一旅行，你是进入另一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你是饿汉不知饱汉饥啊，你不是胖人，你基因上对吧？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你的缺点在于骨架的有点宽，对，我整个骨头实际你肉并不多。对，你让方舟他说一下，没有方舟我不太了解啊，我问问你的减肥斗争如何？我是最胖的时候，大概比现在胖30斤吧，那就没法看了，那就完了。也可以看，但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他胖的时候，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那天在学校吃食堂，然后每天中午吃3顿，就是而且一顿什么情况？中午吃3顿？对，中午吃3顿，而且每一顿都是这个有2道素菜、1道荤菜、1碗米饭和1碗汤。你干嘛每个中午吃3顿呢？我就是饿呀，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每天其实不是，因为我每天都想减肥，所以我总想着我这一天吃完了，然后我从第2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吃了。但是就是不断这样下决心，然后终于在这个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把自己吃到100，差不多120斤吧，然后就特别像那种。又像高晓松，但是又像那种就是蒋方舟长得像高晓松，对，然后又像那种地下的摇滚乐队的鼓手，就是那种随时大胖子臧天朔，类似于这样，感觉随时可以从地上捡烟头起来抽2口，就差胡子了，对吧？不是他这个典型是属于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是吧？对，是有。但是咱们就互相就交代，我是有肥胖基因的，因为这个我们家3兄弟就能看得出来，我最胖的时候是168斤。他们今天就说，所以我可以现身说法，我奉献给你们看看，我原来老说我20、30岁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材，不叫身材，脸庞，你们看看马爷，这就是我，你知道吧？当时这就是我，体重168斤，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那个大学同学都不爱跟我走一块儿。说是走一块跟我的马仔一样，尤其我说夹着个公文包，而且那个时候刚流行大哥大，拿着一个那个砖头，我就这大分头，每天在大街上走。你看我现在，你看我后来变的，你就说明一个人他他的斗争之路，你瞅瞅，这是香港回归，哇，好小只，这是小鲜肉，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指挥本部，我们60小时直播啊，就是在这里策划出来的。你看这是瘦的跟狼似的吧？哎，瘦的跟狼似的，瘦的跟螳螂似的，这个螳螂似的，对。你知道，就是他们给我搞怪。我前些年做过一个每天都有的那么一个网络视频节目，后来呢，他们就用那种高速，把我这365天呐，这个脸啊，最后你就看到一个人呐，就是这么挣扎呀。但是我觉得真是向失败的方向走。马爷，你觉得呢？痛苦，对，我在这个20几岁到40几岁这20年，体重1斤都不增加，就是过了45以后，当时肯定是运动量少，不是，就是人到岁数了。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人提醒我，当时我如果控制住，就那块开始注意增长了，控制住自己的体重，我估计现在我就好受了。那下你知道长了多少吗？长了40斤。多长时间？就大概1、2年的时间吧。我现在减肥就不如小时候容易，我当时是差不多
有3个月，然后就减了30斤，但是我现在减10斤就可能需要花，就很难了。年纪大了之后，这个新陈代谢。主要就是很多人太相信，就是让自己，比如说折磨自己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很多人以为睡得少。睡得多的人会胖，也是一个误会。就睡得少的人，其实反而更容易胖。像我就睡得少，我就发现我每回一睡多，我人会更瘦一点。因为你要睡眠充足的时候，你的身体才有一个足够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循环。所以马岩，你知道吧？我这个研究，刚才方舟他们说的完全靠谱。就现在是这么个问题，不是看你表面的肥瘦。美国已经有专题研究，美国有个减肥节目，你知道奖金25万美元，就是30个星期，30个星期，冠军最高的一个30个星期减了59.6%的体重，等于减了60%体重啊，都是。但是呢，马上就对14个冠军进行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结果6年下来，大部分全都胖回去，毁的只有2个保持住了成果。其中一个还是做了缩胃手术，因为他参加完比赛之后，哐一下回去70斤，最后实在 hold 不住了，就是做了这个缩胃手术才能止得住。所以这项研究就告诉我们一个词儿，叫什么呢？静止代谢率，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这是这个造化呀，这个遗传呐，最给我们折磨的一个玩意儿，就是说，你的身体啊，实际上是竭尽一切所能。帮你恢复到你本有的体重。对，好，那么于是乎呢，你知道，如果你强行的减肥，饿着哗一下参加比赛，这瘦了吧？瘦了之后，你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它进入节约模式、节省模式，就尽量少耗能量，这是人的本能嘛。过去远古的时候，你没神儿，就少耗能量。但是发现呢，参加完比赛之后，对吧？你的这个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静止代谢率啊，回不去。最多回个50%，回个60%，这样的话，你等于，所以怎么叫啊？就是减肥减成的瘦子和天生的瘦子不是同一种生物，你会比他更饥饿，因为你的那个基础代谢率给调到那儿，所以就是说现在这问题就是，你看这事儿就麻烦了，就发现这几个冠军啊。长期就处于就是饥饿状态，然后这个忍到一个意志力崩溃的时候，暴饮暴食，然后又饥饿，就几年之间，这证明我对我自己的论断就是这样。对，很不容易。当你胖了，你长了40斤，你就算给减回来，它的记忆力在最高点在哪儿？它永远向最高点蹦，就是弹性金属一样了。对，它有记忆力。我现在最高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减了10公斤，就减了20斤。您是什么招？我什么饿着，没招。就我说过，不叫招，不，什么招就是这招管用。什么运动？比如人说游泳去，你游一回泳回来，哇，那个饿死人呐，你知道吗？那要死人，你不让人吃，那不可能的。所以呢，你什么走路啊，干什么这都没用，就一定少吃。少吃，我当时的就唯一的一个招可以介绍给大家，这是我马家秘诀啊！我减了10公斤呢，就是我准备了一瓶咸菜，晚上啊饿得俩眼冒金星的时候，那现在关键是这家里老有吃的，各种乱七八糟都能吃，不吃2块咸菜完事儿，它有一点味道进去呢，就觉得。那您还得防高血压。我现在那时候我那个咸菜不是太咸嘛，但是它就能够让你那个饥饿感能够过去。其实饥饿感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一般就20分钟。对，对。我自己减肥的诀窍其实是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满足自己。我当时我就是每天虽然每天中午吃3顿，但是就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就是因为觉着我明天就没得吃了，那每天都陷入对自己的同情。但是后来我减肥，我每天大概早上就会吃，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有一次大概早上9点钟起床，早上9点钟让我妈给我做麻辣香锅吃，我太想吃麻辣香锅了，然后吃火锅，吃红烧肉，就是大概诀窍。早上12点中午12点之前把自己想吃的都吃了，
然后这样，而且到了晚上8点钟特别饿的时候，就会有个盼头，就想，哎，我明天早上我还能吃顿好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减肥的诀窍就是还是要满足自己，不要陷入，哎，我太可怜了。刚才你说这个做法，就是早上吃麻辣香锅，后来减肥成功吗？减肥成功，后来就瘦了30斤啊！我天哪，你怎么跟气球似的？这么一下，他的减肥这个方法就叫画饼充饥，就是这意思，我才听懂了。他是幻想着明天早上，对，总有个盼头，又有个盼头。早上是可以多吃的，对，是啊，晚上一定不能多吃。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去玩也是1天胖1斤呢？就是这个原因呢，因为就是你跟你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我靠的是什么？比方说不吃晚饭，而且每天1个小时跑步机，6公里坡度4，好家伙，这爬坡呀啊！常年的坚持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你一出去玩你也没地儿跑步了，而且那么好的晚餐怎么能放过呢？是吧？这1天1斤，1天1斤，然后就是周而复始。哎，你说这玩意儿没办法，我也是这样，我平常1天也是，我不像你1天吃1顿吧，我1天吃2顿，但是我这2顿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蔬菜跟水果的便。马爷，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咱干脆为什么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对，梦回唐朝，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美不美才减肥，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便，你不灵活，不舒服，你坐在那儿都觉得堆得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尤其到了美国那个。这个加州啊，现在满街胖子啊，那胖子他比对我们还是一条腿有你腰那么粗，而且那个我有回在美国开车，在这美国中部一个小镇停下来吃顿饭，一进那餐厅，哎呦，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那餐厅里，他全是那叫忽悠胖子，你明白吗？就他走道不是走道，都是忽悠着，然后而且30多个人吧，那一堆人没一个瘦的，全是那种往这一坐就忽悠一下战友都是那种胖子，所以就是没300斤都不叫胖子。这个是世所公认，这真没辙。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说了呀，现在肥胖已经取代烟草，成为这个全球健康第1大威胁。就是你不是好看难看，你就是这个事儿。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挺有意思，就是过去咱们老说这个美国，这美国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肥胖是贫困的标志，因为呢，只有劳动人民天天吃个汉堡包，那些个富人，他们有他们的海滩，有他们的休闲，有他们的健身房，而且他得维持他的橄榄色的什么，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吧。但是，就说改革开放30年来，你看中国人民追上国际的步伐，追得多么快！我那天看他们讲，现在咱们国家是有4600万。胖人叫肥胖，然后3亿多超重，然后就说索菲瑞调查发现，肥胖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这说明啊，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啊，这个多胖多福，连那个也改了，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着个大肚子？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是吧？没脱贫。不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那个问题，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为这个肥胖在审美上讴歌一下？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就减肥这个观念是在20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你回想一下啊，哪怕是很发达的一些资本主义地区啊，20世纪中期的时候，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你比如说，你用玛丽莲梦露，你举个例子。丰满啊！你拿她的身材到今天来看，这不能叫标准身材，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但是再下来呢，是越来越瘦了，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为什么呢？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或者市场经济啊，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就是它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现在好一点了。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叫肥胖歧视，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如果是胖的话，他会下意识的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就比如同样我要招一个位置，就比如说来10个人，那首先那6个胖的都被刷下去。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有性别歧视，有种族歧视，现在还有肥胖歧视。为什么呢？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是一个不自律的人，不负责的人，不对自己负责，也不能对公司负责，不能对工作负责。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瘦就变成了一种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哎，这个你同意不同意？现在还有这么一种，你也可以说是偏见。穷人啊，就往往自制力就不如那些个精英。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你知道这个里边你笑什么？是说起谁来了？没有。就是你看，他实际上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这个低，而是说呢，他每天忙于这个谋生啊，这每天而且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意志力。有一个补偿法则，你不要以为意志力是多么高端的情操，他们就讲意志力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都是有极限的。你比如说很多人你像比如送外卖的，他这强撑着这个意志力，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这么一天呐，您说回家再来2小时跑步机，不对，他就想躺着，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就想喝瓶啤酒、喝瓶可乐、看电视就算了。没错了，哎呀，我听见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我特别能体会。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啊，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个。他说啊。你比如说他开车送我到12点送我到家了，我说回去早点睡，他说睡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每天晚上得这么1瓶啤酒，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呀，冰箱里我拿瓶啤酒看着电视，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他就消解了。我躺在沙发上，必须有这个。他说这是我一天最唯一的一个享受。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非常焦虑。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呢，中国女性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有这个焦虑吗？有啊，有这个。女人多，对啊，女人比男人多。当然，因为她无时无刻都处在这个公众形象所造成的理想身体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非常痛苦。就大学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她就很瘦嘛，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来激励自己，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减肥的骗术，说一定要买小1码的这个衣服，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就哭嘛，然后就每天就恨自己。对，然后每次他就这个自虐啊，他就这个抢过来穿，他说你看我穿比你好看，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苦。那是什么同学？没有的，我也说那确实这个好看，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就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你这个 peer pressure 就到了一个顶点，就每天都非常痛苦。这还不是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给你带来的焦虑，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女生带来的。她就比你瘦一点，对吧？对，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就爱吃，对吧？爱美食，但是呢，有一样就是我周围的女性，我真的发现，怎么？她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你看吴小莉也好，歌辉也好，对吧？就是小南也好，生了孩子，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生了孩子没过2月，完全跟以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怎么？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她克服这个东西。成惯性了吧？她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的体态跟男性体态，女性更不能容忍肥胖。对，男性还可以。男性，我刚才在想哈，那个西装那东西它害人。西装你胖点吧，它不显，还显得挺精神的。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穿一西装能穿，但穿中装穿不了。中装特别怕人胖，一胖那肚子就成跟球似的。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就说明，就是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啊？对，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形的，对吧？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女人就不能穿西装？女人必须穿裙子。恰恰你看到是社会对男女的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我们认识这些同行那些女主持，生完孩子1个月回来，比生孩子前还瘦，瘦得多，那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是多不公平。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你放心，这种公平你给许个回，他也不要。对，我知道，但是就是恰恰是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那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歧视，对吧？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总会看到一个女的，觉得她漂亮，受吸引，这个是本能吧？那么好，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很胖的时候，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当然会，但是问题是，我怎么去判断谁更有吸引力？这个框架、这个想法，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18世纪的那些欧洲油画里面那些号称美女，你别说一直到19世纪，西班牙戈雅画的那些什么脱衣的马哈、穿衣的马哈，你看那个女的胖的，就一堆肉躺在床上，然后在当年的人认为绝世美女。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吗？你不会。但所以可见就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那也比麻杆有吸引力。这个，这还别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胖的历史比以瘦为美的历史长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主要是保留在瑙鲁。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说也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了，全世界啊最胖的7个国家，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对，其中胖之最是瑙鲁，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都是大胖子。是，人以胖瑙鲁以胖为美。这个还不是这种以胖为美，其实是他们很悲惨的。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人，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不能说继承，是延续了我们社会所有的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只不过很悲惨的是，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因为你知道胖，我们常常说就是马燕刚刚说你吃东西容易胖啊，40多岁，或者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那所以你刚刚说瑙鲁那些国家就是这样，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受美国影响，你看夏威夷就知道，吃那个 spag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都受美国影响。高脂肪、高淀粉、高盐分，对吧？全吃那些玩意儿。他们过去的祖先那日子多难熬。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出去打鱼怎么的，然后一下子哇，这个太难了，吃这些，那人不胖成这样吗？所以我在想，很多你说中国的50后啊、60后，他们这个很胖，就是看到，而且就会中年发胖，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个饥饿的记忆？就像我是看原来这个莫言老师写，他想当作家，就是因为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三餐都能吃饺子，他觉得哎呀，当作家就有饺子吃，那所以他现在也吃得白白胖胖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胖拿了奖之后吃得更白白胖胖，是吧？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个饥饿的？我觉得是，你看中国人，坦白讲，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中国人有饥饿基因，不是中国人，全世界，就人类能够在食物上不去计较。美国人是2代人，我们就是1代人。我们父辈那一代，都得要就是就放开吃，没有过。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就是我在香港，因为就做家务顾不过来，就请了一个菲佣。那这个菲佣呢，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做什么，他都得问我，这先生想吃什么啊？后来呢，就做了1个月，他就那个很纳闷儿。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先生，我觉得呢，我在你们家很清闲，就是你不吃东西。”对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天天做鲍鱼。对，我就说我那不吃，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后来呢，不好意思了，是吧？对，后来他觉得他很少做饭，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就说你看我们从这个菲律宾跑到香港来，辛辛苦苦去做这个菲佣，对吧？挣点钱。我们就是希望不是就想自己吃顿好的，想吃点好的，
您呢还是花钱雇我的，怎么您整天吃的连我们都不如呢？不是，那还有一个问题，不吃呢。说那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你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没听出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你吃的不好影响他吃，主人吃的越好。用人，你要炒盘芹菜，人家想吃肉呢，炒一盘芹菜，有道理，对不对？你啥也不做，人家天天要想着来香港吃肉了。你一个大家族天天摆宴，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嘛，你吃不光嘛。你这青菜它只能是汤了，2天不吃饭，第3天找一素菜，那个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炖条鱼吧？应该去劳工署告你虐待是吧？没错，人费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是吧？整天吃草啊。但是我就是说啊，这个你看，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容易像文道说的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这个歧视，就是说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的。你就比如说所谓富贵人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那的确他的那种自制力啊，其实是表现在啊。他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有权利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对，他们都说了，您这当老板的，您说什么时候开会是您什么时候开会，我们这个打工的，我躺在床上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邦当我就去我的什么计划，对吧？而且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连意志力可能都有跟这个有关系。我到这个巴厘岛就去旅游，碰见那个讲华语的那个导游，他就给我讲一个你也是没想到的。他说我们导游不能跟导游结婚，导游跟导游结婚的都离婚，在巴厘岛至少是这样。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一般都在旅游旺季离婚。我说为什么呢？太忙。他说你看，他说我们白天。你这游客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照我们那个没鼻子没眼就骂，我们都得笑脸相迎，咔咔咔。夫妻俩都是这样，带了一天团，你知道晚上回家，就是说意志力也是个生理资源，有极限的。你白天透支了太多的自控力，晚上一回家呀，他说没来由的两口子往往就是谁先来。后来就开始了，就是 hold 不住的，就要吵架打架，完全忍不住发泄，就完全发泄。所以往往一到旅游旺季，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你就可以想见，你用到这个减肥，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去分配时间。还有一点也很惨，就做服务业的人啊，今天的这种管理啊，已经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模式，叫情绪管理。你今天我们常常看很多人教人情绪管理，但你仔细想想情绪管理是怎么回事？情绪管理这个东西通常用来教导的就是做服务业的人，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一个餐厅里面的一个服务生，你看到客人你要笑，你要礼貌，然后他还要教你。你不能够只是光是口说欢迎光临，你心里要真觉得太欢迎您光临，让你整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感受，让对方知道。